就我们刚刚听到姚晨中校针对这部分的一些说明，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当初习近平上任的一些渊源哦。那当然很重要的部分，他的确还是把解决台湾的问题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哦。但这也要牵涉到有没有这些能力哦。因为即便如此哦，中国在某些军事的技术上来说，当然他也不断的投入一些研发哦。那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这个高超音速导弹这件事情，当然引起社会很多的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哦。虽然这有人报道说，它还是误差有数十公里哦，这个精准度还是有限。但不管怎样目前在做这个所谓的超高音速导弹，毕竟也只有美国俄罗斯、印度跟中国，所以再怎么样，这还是一个非常先进领先的技术哦。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姚中校怎么看待，这到底是真的叫做大家必须要很担心，或者是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这部分姚中校您怎么分析呢？我们前面讲习近平要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要把美国逼退。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是对着美国来的，他不需要那高超音速导弹对着台湾，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往前再伸展一下看，习近平上位以后，大量的发展海空军军事装备，这个军舰像下饺子一样。但是发展到今天来看呢，它的常规武器还是没有办法跟美军相比，就是要打不赢，没有办法利用常规武器把美国给逼出第一岛，这个肯定他做不到。美国虽然航空母舰不来，它的核潜艇就可以完完全全让你中共的海空军、虎鲸军打回17世纪。这个我一点的不怀疑，因为它的近距打击战斧制导弹，这个打击是中共是承受不了的。那中共也不是说就没办法，所以呢，我们联系一下看它发展导弹，虎鲸军。虎鲸军里面呢，主要的是对美国进行核威慑。东风41、东风5B，包括东风31。岸基导弹看上去，美国的这个拦射系统还是可以对付的，这个飞行距离远，留空时间长美国的这个拦射系统是很先进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导弹的这个突破能力不够，所以才研究这种超高音速导弹。超高音速导弹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呢？美国看呢，因为这个导弹不好拦截。按理说，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研制过很多年，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这个技术也比中国的先进，因为这个技术很多地方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太空技术。美国的太空技术不要说的，60、70年前就上月亮了它的太空技术，航天飞机这一块那是没法比。前苏联的这个太空站也存在多少年了，它的技术也是比较过关的。那中共现在应该说刚刚时间不长，应该研制的时间不长，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这个军方的一些报道，说2021年前9个月试验了250次，这么高密集的试，就是它要加速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美国人怕就是不是它多厉害，因为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不好拦截。它高超音速导弹，它一般的它会放在大西北，什么陕西甘肃那地方发射。它进入太空，就是说它偷了美国的这个一些技术，我这里就不细讲了。晚上大家也能收到美国发明了一个就是用固体燃料，控制固体燃料点火的这个技术被中共拿去，所以中共有这个技术以后，它的这个火箭在空中
打到了轨道以后，它可以把火箭关掉，节省燃料，让这个导弹在太空里面漂移。当你导弹追上来的时候，它发动机又点火，加速。特别是它到了目标上空以后，末端制导，垂直向下，马赫数应该大于5个马赫数。蓝色导弹都很少能达到这个速度，你说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美国人担心是这一点。如果中共有了这个技术，美国不好难设。那么中共是不是会通过这个技术和威胁逼美国人退出？现在的问题是主要是这个问题。